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个说法，就是中国单身人口啊超过了2个亿，男单身呢是比女单身啊多了3000多万。昨天呢，我是看了一篇文章呢，显示啊，就是首先呢是外国的女性啊是有很多呢是加入到中国，其次呢女性的寿命啊是比男性要长5年，所以中国男女比例啊实际整体啊是女多男少。这其中呢有至少5000万呢是老年单身女性，另外呢还有几千万职场女性啊是散落在这个机关单位，你像外企啊，还有国企、私企等等。而大量的这个单身男士啊就主要集中在这个农村，致使目前呢形成了3大光棍体系。一是呢农村男光棍，二是职场女光棍，三呢是老年的女光棍。因为大多数这个女光棍啊找这个对象条件真的是高的吓人，要房要车要存款，男的呢又结不起婚，女的呢又不想嫁也不想将就，所以啊这3大光棍群体啊就没有办法去调和，前景呢就十分的堪忧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别人啊是一对对的成家，自己因为呢错过找对象最好的这个时机啊，而成了大龄光棍。现在的养老院啊也是越来越多了，光棍抱团养老啊也成了一种新的这个赚钱思路。若干年之后啊，他们都在这个养老院里面相见，但是无儿无女啊，养老院收不收啊，那还不一定。我经常劝那些不论男女啊，能早婚就早婚，因为当你结婚的时候啊，年轻就是你最大的资本，尤其啊是这个女人，当你事业做到比男人还优秀的时候，你相亲啊就会发现，你原本引以为傲的那些能力啊，男人都不会看一眼。你认为的这个车房啊，你自己都有，但是在多数的男人眼里啊，他们并不在乎，更多的就是想找那些年轻啊、性格温柔，而不是找事业型啊、还有强势的这些女人。男人越早结婚呢，你们就会越容易摆脱以后这个光棍的风险。年轻你们遇到的女人呢，她们可以追求爱情，不看车不看房，看重的可能就是你的某一个点，只要你疼她呀就可以。如果你错过了，那你就要去面对现实，彩礼啊、车房等等。所以啊，单身伙伴们趁着年轻啊，就抓紧结婚吧。我这刚去给别人介绍对象回来呀，我就发现有些姑娘找对象，我真的想说一句啊，你脑子那是瓦特了吗？相亲刚见面一上来就跟人家说啊，我脾气不好，不会做饭。哎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？你是在宣示主权吗？这有一对相亲男女啊，上周呢给他们约好了要周末一起见个面。这2人刚见面啊，男士对这个姑娘确实挺满意的，因为这姑娘长得比较有眼缘啊，大高个，身材也挺好，男士一眼就看上了，就更加的小心翼翼的去认识啊，生怕呢自己表现的不太好，对方不满意啥的。人家姑娘呢上来就问他啊，工作怎样，住哪里，车房情况等等。男士虽然觉得有那么一点直接，但他想着呀，相亲可能就是这样，就如实回答了。这回答完以后啊，这个姑娘就感觉还不错啊，挺满意的。就跟这个男士继续聊了一些家常话题，2人就这么认识了有一会儿啊。姑娘突然间就跟这个男士说呀，我这人吧脾气不太好，也没什么耐心，不会做饭，也不爱做家务。男士听完就有点懵了呀，他这个内心就很纠结呀。姑娘人是挺喜欢的，但是必须要接受这么多的缺点吗？那他也做不来呀。于是男士就跟这个姑娘提出来啊，这个脾气啊不好啊，这没关系，咱们都是相互的，互相迁就一下嘛。你不会做饭呀，没关系，那我做饭，你收拾碗也行。家务啊，咱们一起慢慢学，一起打扫嘛。话还没等说完，人家姑娘就说呀，我这脾气啊，我改不了，我不会做家务的，碗更加不会收拾。男士听到这儿就有一些不愿意了啊，这不是故意在抬杠，故意为难人吗？就直接怼这个姑娘，那你结婚准备什么都不干吗？谁知姑娘说呀，对呀，你要是想娶我的话，你就是要接受我的缺点，那我也提前告诉你了，我这些啊，我确实是改不了。你过来呀！最后这个男士就觉得女士这样，他就有些特别接受不了。2人认识了有半个多小时啊，就说了这个不合适啊，就分开了。哎呀，我听完之后啊，我就很纳闷啊，为什么有些姑娘一上来就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呢？我就想问问啊，这些喜欢说自己脾气不好的人，你们有没有在工作简历上，在面试当中跟他们说呀，本人脾气不好的？那有没有上班的时候对自己领导说，我脾气不好，你别惹我？有没有对那些长得又帅又多金又有钱的人说我脾气不好的？那恐怕是巴不得表现出来自己脾气又温柔又善解人意的吧？那为什么会跟男士相亲一上来就说我脾气不好，比较懒，不爱做家务？能说这种话的呀，多数是对下位者使用的。
这种话呀，它其实就是一种排除自己义务增加对方义务的行为。我都说了我脾气不好啊，你要是还来招惹或者是追求我的话，你就是应该毫无怨言的去忍耐我的脾气。所以啊，一旦有人对你说出我脾气不好这种话的话，你就应该知道你在对方的心里是什么地位了。那当然还有一种情况，确实对方是委婉的表示歉意啊，我脾气可能不太好改。像这种情况的话，我还可以理解。我就很难理解那些啊一上来就说要找有车有房年收入几十万的，然后再附加一句我脾气不好不会做饭。干嘛呀？你脾气不好不会改吗？你不会做饭不会学吗？你这么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，你要对谁说呀？能说这种话的人啊，真的在明知道自己有性格缺陷的情况下，不仅没有降低对方的物质要求和性格要求，还在变本加厉的让对方接受你的一堆的臭毛病。哪怕你觉得自己脾气不好啊，那你对人家要求低一点，他愿意去迁就你，你可以接受他没车没房，我相信有这样的男人愿意去接受你。反而是你自己一副理直气壮的嘴脸，看了就让人上火。你要对方有车有房，条件优秀，还要接受你的臭脾气，也没有任何要补偿的意思。总之啊，物质条件要迁就你，还要迁就你作妖情绪的嘴脸。如此歪歪的三观，以脾气不好为荣，乐于告诉追求者去测试男人的服从性。在这种没有人格平等观念的人眼里啊，最憧憬的就是无论自己怎么发脾气，对方呀都得去舔他的脚趾头。这种人啊，早晚自己作妖死。遇到这种人说这种话的啊，直接怼回去，你脾气不好，我脾气也不好。今天我说的话会比较狠啊，也不太好听。但自古呀，良药苦口，忠言逆耳。这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为数不多的人，能够把什么都跟你说的很好听。哪怕你就算是做了违法犯罪的勾当，他都会说你啊，犯罪是真性情，是迫于工作压力，是敢于尝试新鲜事物，把正的能够给你说成邪的，把黑的能够说成白的。你因为年龄大被别人嫌弃，他们会说啊，别人配不上你。你长得不好看，他们会说你足够优秀，足够自主。不喜欢你的人就是不识抬举。婚姻呀，本就一地鸡毛，遇到点矛盾呢，他们就会告诉你，干嘛要委屈自己啊？要勇敢去离婚。现在的网络呀，毒鸡汤横行，真的就是一种精神鸦片。未婚的不敢结婚，结了婚的动不动就要离婚，拆散了多少家庭？有一位36岁的大龄未婚姑娘，专门花了8000多块钱的学费啊，去学习如何才能嫁给高富帅。结果人家高富帅一听啊年龄，直接把她给 pass 掉，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。那些视频啊，鼓吹着要做一个生活精致的女人，别委屈自己，什么卡里有钱车里有油。一群月薪3、4千的女人幻想着自己能过上日常阿玛尼、迪奥、香奈儿出入日料没事自驾游的生活，每个月的信用卡花呗都透支了，想想都觉得可笑。那些毒鸡汤呀，只知道说人应该如何去享受生活，从来不看现实情况，哗众取宠，毫无干货。哪个女人不想全身彩色 logo， 脚下五彩祥云，走路都能走出巴黎的味道？但事实上呢，有几个女人能凭着自己的本事做到呢？我不反感女性的各种独立，事实上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自己撑起一片天的女强人。但很明显啊，这些鸡汤视频啊，它的逻辑方向是有问题的。现实世界上就是你拼尽全力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，辛苦工作，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，觉得自己无比委屈，也不过找了一个门当户对普通的男朋友，过着每天一地鸡毛的婚姻生活。这个世界呀，不支持随随便便年薪100万，也不支持遍地全能女战士。还有一些脑残到爆、漏洞百出、台词弱智、霸道总裁爱上笨手笨脚的实习生、高富帅拼命护住傻白甜女主的电视剧、网剧、爽文等等，男女主一路尬演，但市场却很受欢迎，有着固定的受众买单。一些普普通通的女生乐此不疲地将自己投射到女主身上，享受玛丽苏式的快感。在他们眼里，感冒了不第一时间冲到我家门口的男人，那就该分手。过节不给我发红包买礼物的男朋友啊，那都是渣男。并且在恋爱当中也会拿着男主对女主的恋爱标准去要求男友。我拜托啊，脑子清醒一点好吧？电视剧还能打上个虚构，现实生活当中，霸道总裁会看上实习生，要么是因为他的颜，要么是因为生意场上的利益关系，要么是因为他有着过人的不可替代的资本。这3条当中能占1条，你觉得你还是个普通人吗？你要有分辨的能力，哪些才是应该鼓励的。真正的三观是告诫那些来找对象的姑娘，你要坚持锻炼，不要熬夜，少生气，你就会变得漂亮。多读书，去学会理解他人，大家才会更喜欢你。而三观不正的毒鸡汤只会告诉你，你不需要做任何改变，喜欢你的自然可以接受你的一切，不喜欢你的也不值得你去改变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结果你自视甚高，产生高于自己实际水平的认知，自认为自己无比优秀了，谁也看不上。
说残酷一点，这些心灵鸡汤、情感短文啊，那都是对一些没脑子的、迎合了自以为优秀的人才会显得高级。凡事一定要有自我判断力，分清楚虚拟和现实，远离毒鸡汤，少看，否则你会把自己作死，你都不知道。